大家好，我们这边是皇室外星姐妹花心灵启示录。大家好，我是 Hello，Jenny，我是 我 Janice。是我是 Margot，嗯，今天是我们试录的第一集。对，太棒了，太棒了。对啊，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事先准备。嗯，而且我们这个频道产生其实花了2天的时间，现在就开始了。对，2天前好像是在 Line 上面就说，哎，我们来搞这个 podcast，就对，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内容，把它整理出来录成 podcast。然后，2个都很开心，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吧。嗯，嗯，所以呢，不能免俗的要先自我介绍，对吧？好，对，没错，我觉得啦，我可以用很简短的一句话来形容你吗，Janice？可以啊，没问题，请说。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我觉得，Janice 呢是目前地球上男女老少都会羡慕的贵妇人，过着贵妇生活的非常悠哉、非常自由，然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一个生活方式。对，对现嗯在的你啦，你嗯。觉得呢？是很贴切，很贴切，很贴切现在的我。那换我介绍对，你嘛？那换我介好，绍马高。如果要一句简短的，我想，其实我觉得用形容词 OK 吗？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是，我之前有讲过，他是一个活在陶渊明时代的现代人。说的太好了。对，可是人家会不知道陶渊明是谁。那我觉对，得我可以，嗯我自己补充啊，我觉嗯得我是活在云端的现代人。对，就是非常不切实际，然后不晓得怎么在地表生存的人，可以这样形容吗？可以说得可以，很好。嗯说的很嗯。好，好。我觉得然是外后星人，外星人投胎错地方了。对，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频道特别加入这个外星人这个字眼。对，马构先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像外星人啊。嗯我觉得你也是啊，你从外表就很像外星人。哦，其实我也对是。要对，怎么说呢？因为你的脸小小的，然后眼睛大大的，然后就一副很仙气的样子，就是嗯，不存在于地表上的生物。嗯然后，所以从外表就很外星人。嗯，马构也那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嘲讽一下，我觉得嗯我很像外星人，在外表上是因为，呃，我觉得啦，我的身体上面有很多缺陷，然后是一般人不会有嗯的，所以集合嗯起来，然后嗯，然后我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都超瘦的，对吧？对，没错，就看起来好像风一吹就会把我们吹走那一种，所以就就非是很常的、对。非常的，非常人好了，这么说，对。简而然言之，我后 觉得很像那个一颗贡丸插在竹竿上。讲什么贡丸？因为头很大啊，身体四肢很细。对，你的形容太好了。等一下，贡丸是什么？有的人听不对，懂。然后 anyway 就是一颗球，或是一颗球，一颗圆球插在一插在竹竿一上。嗯
一颗乒乓球，对对，乒乓球，乒乓然后下乒上面有乓球太小了，我们的头有这么大吗？有，有吗？我们两个的头其实不成比例，因为身体太细了。呃，OK，那就是一个保丽龙球圆球，然后下面一根筷子，对对，这就是我们的外表。嗯，然后心灵上呢，为什么是好，为什么是外星人呢？因为我们都觉得无法融入地球人的生活跟思考方式吗？也对，不是这是其这样。你会吗？某些比例上来讲，其实有。嗯，但是呢，我想强调的是，强调我们是外星人，并不是想要强调我们是那种好像自以为很高尚，从高维度来的那种仙人。我们只是对，很自奉的、自我嘲讽的说，我们不太像正常人，或是但是并不是我一种自命清高的意思啦。我们只是非常嘲讽自己的思想方式跟生活方式，对吧，杰尼斯？对对，没错，嗯，马购这样形容很贴切。我们跟一对，般的地球人，虽然说都是活在地球上，生活在地球上，可是内心的思考模式跟方式，好像跟地球人又有那么的一点，不能说是隔阂，应该说不同，用不同的方嗯式在跟地球人共存，对，共存，说得好。对，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呢，也算是分享我们这个在地球生活的经历跟点点滴感，滴，对，点嗯。点滴滴。哦，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灵魂上的设定，就是对身心灵这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对吧？对，然后很会反思，很会自我检讨，很会去思考人生或是生命的意义这一类的事情，嗯，诶，算吗？马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样讲好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应该是8、9岁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台北市长安东路那里，我念长安国小。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那段路，要过一个嗯很长的马路，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嗯，得那个马路。我就在我记得。过马路的，就在正中间，我就突然停住了，然后突然有个声音就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就说：“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嗯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我，就是黄叉叉这个我？因为我那时候还不叫马狗，那时候嗯 对，我为什么是黄叉叉？我为什么是这个我？我为什么不是李叉叉？我为什么不是陈叉叉？我为什么是这个黄叉叉？我为什么在我这个身体里面？然后我那嗯时候想这个问题，居然想到，绿灯变成红灯，然后那个车子都一直按喇叭，就叭叭叭叭叭，然后我才醒过来，然后赶快过马路。然后我觉得那搞不好那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的灵性觉醒，现在想起来很好哦，笑，嗯就是开始意识到这个我跟这个身体是跟这个要怎么说啊这个维度的自己似乎是有不一样，或许不一样，是那时候开始意识到而已，但是还不晓嗯得它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第一哦，次经验是什么？我的第一次经验啊，应该是我想一下啊，应该五六年前吧。突然一个很久，就是已经失联很久的大学同学，
然后他离开台湾很久了，然后我们有一天，他就是在跟大学同学闲聊的时候，哦我们在这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交集的，但是他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找我聊天，一直找我谈话，然后谈话内容呢，而且我们其实已经隔了很多年没有见面。然后我们谈话内容其实应该不外乎就是 update 一下自己的近况，但是不是他一坐下来，他开始跟我说，就是他妈妈的故事，就是他妈妈最近刚过世，然后他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妈妈猝死。然后呢，他说他去找了所谓的师傅帮忙，但那个师傅跟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什么维度啊、地级空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名称。然后他说，他那个师傅说他在其他的维度找到了他妈妈，然后就是他现在过着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但是他形容的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跟他很久很久没见，但是他跟我形容的就是，哦，他妈妈在另外一个维度，但是感觉似乎就是在他旁边，而且他那个师傅从来没有看过他妈妈的样子，但是他讲的话啊、神情啊什么，全部都是他妈妈，所以他说他非常的震惊。然后那一天回去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找，我就开始找相关的讯息啊、电脑啊，然后一直 Google。我以前从来不曾，就是一种心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说，诶，维度那个在我脑中的声音其实还蛮震惊的。就是我就是想知道说那个维度到底是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了很多事情啦，就是我事后回想，我应该是在从那个时候感觉是一个灵魂的召唤吗？他透过这个同学的声音来跟我召唤。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与我大学同学相遇的过程，我事后回想，应该是一个我灵性觉醒的一个很大一个，我觉得这样像是一个灵魂呼召吧。对灵魂的召，OK。唤。对，嗯，嗯我觉得我呢，哦，除了刚刚我说小学时候那个第一次感觉到会问自己是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个身体里之后呢，其实嗯哼，之后我就没有任何灵性上的接触，应该是说没有，但是我从小就是很喜欢想这种人生大道理的人。然后一直到嗯，对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对我去意大利流浪了10年嘛，在那个嗯期间呢，经历真的很多事情，然后有一度很低潮的时候呢，开始接触正面心理学。那个我后来有跟你分享那个开放课程那个幸福心理学。那嗯，我那时候是第一是次接触哈佛的吗？到，对对对，就是他，我忘记那嗯个教授的名字，那时嗯嗯，候蛮红的。对，我那时候听了真的很 shock，因为就觉得啊，原来我们的头脑是可以被重塑的，我们的思考模式是可以被改变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对个人成长跟心灵成长这个事情非常的有兴趣。然后那之后呢，嗯，就会开始看很多相关的书，像是我很喜欢《道德经》，我很喜欢老子、庄子、道家的学说，然后很喜欢正面心理学。然后，对，我们有一阵子也有看那个 Krishnamurti 的书，你记得吗？嗯。记得，那也是从那里得到很多灵性方面的知识。然后要说比较外星人的那种灵性的觉醒呢，真的是几年前吗？你是2年前吗？那你刚刚说你跟你同学的对话哦，大是几？概四五年前有咯，哎，三四年前差不多。那我应该是在 COVID。
有点 COVID 之前，是5年嗯，前吗？那那时候就差不多。对比你早一点点，因为我后来跟你分享，我想起来了。然后那时候我看嗯了，就是那时候我也很常听 podcast 的，然后就嗯听到一个我忘记名字是谁的 podcast，然后他就介绍一个通灵人的书啊，他是在啊，对，阿里莎，我想起来了，我就看到那一系列阿里莎书，我就开始，天哪，就是一个整个认知世界的大翻转，你知道吗？就什嗯，么维度的，还有灵魂，然后还有就是对整个世界的观念都改变了，还有对人生的态度也开始有更新的认识。然后之后，在那一套书之后，我又陆续的看了很多，譬如毛树新人的，嗯，传讯者写的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些有经历过跟外星人接触的人写的书嘛。但对，是对，然后就开始接触呃这些跟宇宙有关系，还有跟身心灵有关系的主题，我就觉得就跟你一样，觉得好像被召唤的那种感觉，觉得对，哦，我的灵魂很就是被像，设定在这个时对，候要接触这些讯息，然后就是要让我醒过来的意思。但嗯。是呢，你觉得觉醒之后真的有比较好吗？嗯，觉醒之后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像是沉睡睡了一大觉，然后你突然很 shock 的起来，有比较好。其实生活中的困难还是困难点，它还是在，只是应该说我们看困难或是看事情的角度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已经跳脱出以往的框架来看任何的事情，来解决任何就是你眼前的所遇到的一些所谓的困难。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困难，它也不是困难，对，嗯，只是一个过程，你就是经历了。对，我很赞同你的说法。就是其实我发现我所谓的灵性覺醒，因为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觉醒。嗯，所谓的灵性觉醒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变得更困难。我感觉好像，呃，嗯宇宙在我觉醒之后，又给我更多的考验。那就像嗯，你说的，就是会用比较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它，就会比较没那么入戏，就会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戏嘛。然后就是我们外星人，我们这些灵魂就是这一世来地球就是来体验人生，嗯，然后对，就把所有的经验当成是一种体验，是一种课题。只是对，我一直不懂的是，为什么宇宙一直丢课题给我？那就是嗯，我觉得很烦的地方。然后尤其对啦，这1年半来真的是呃非常的受到考验。我觉得我的灵嗯，魂真的是，我这个外星灵魂实在是太勇敢、太了不起了，居然给自己设定了这么难的剧本来演，害我对，演到最后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啊！所以呢，我们也决定开这个 podcast，有点做一点分享之外，从对谈的方式呢，来做一点算是自我疗愈吧。你觉得嗯，呢？对，自我疗愈这个我很认同。所以，就像我们的它的主题“心灵启示录”，其实我们要讲的也是，哦，我其实并没有期待说我们可以用这个 podcast 去可能疗愈到别人的身心啊，或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启示录，就是说，哎，是不是我们两个对谈之中某一些可以让这个经过可以，也许是。某一个人偶然进来听的时候，会引起一些共鸣，
会有一些也所谓的觉醒，对，这些其实不，或许会有一些也不在我们预料之内的事情，或许会有意外。意外。对，OK，对，我一开始也会把它想成好像我们在帮助别人，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我们是在帮助自己。就对，是首先帮助自己更认识自己，疗愈自己，更接近真实的自己之外呢，如果刚好我们的经验可以触发某些人反思自己的人生，或对，是对于当下生活上的困境，如果可以给出一个方向，或是一个 idea 也好，我觉得这就蛮好的。就是我们嗯。的目的，除了自我疗愈之外，看能不能给别人一点点启示。诶，而且其实我还蛮期待的，是有很多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引起共鸣？其实我还嗯，蛮想知道，说在这个地球上跟我们同样的物种，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引起共鸣的，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起聊天。哎，那蛮好的啊。对啊，我觉得外嗯，星人真的很多，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外星人？对，可是没我不觉错，得，呃，虽然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其实平常我不喜欢给自己贴标签，譬如我是台湾人啊，或是我嗯，是对哪里人，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生就是地球人。虽然我们不是觉得很像地球人，但是 OK，今生的任务就是当地球人。那我也不想给自己贴个标签是外星人。那但是呢，我觉得接受了这个很多身心灵的观念之后，我觉得我们就是来体验嘛，每一世就是来做不同的课题哦。所以呢，刚刚 Jenny 是说的蛮好的，就是我们的启示录的意义，就是对。除了自我疗愈之外，然后而且还分享了我们姐妹花的一些人生经验跟日常搞笑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的对，呃，要怎么说，私人经历吗？哇，有嗯，没有一种脱光衣服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对。你觉得呢？你会觉得有点其实一害怕被开始是看到的感觉？对，其实一开始可能是觉得有这个 idea 的时候是很兴奋的，但其实后来自己想想说，我真的要这么就是大拉拉的或者是什么，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我们所谓的嗯，呃体验心灵的一些觉醒的一些怎么讲经验谈吗？但是讲一讲，会觉得，对啊，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其实也是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物种也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说，那与其说大辣辣，我觉得就是把我们这个门打开，就像我们这个 podcast 把门打开一样，就是欢迎有更多跟我们一起有共鸣的物种，可以跟我们一起有回应OK，物种，对我我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可以跟你一起对话这件事，我就已经很开心。对。然先讲一些那要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我跟 Janice 相隔多少公里？就哇，这个 对，十二、十 Janice 二、16个小时吧，有没有？十四坐飞个小机，对，坐时飞飞机对要，对对对，因为 Jenny 是住在台湾，对吧？住在台北，对然后我现在住在瑞士，瑞士的意大利语言区。
叫做 Ticino，所以嗯，我平常是讲意大利文，所以现在中文讲得很不通顺，所以请大家见谅一下。希望借嗯着这个 podcast 能增加我的中文语言能力。嗯然后，对，其实我们平常以前其实还好，我们可能2、3个月通一次电话，其嗯实，嗯嗯，但是每次都会讲很久。对，然后我非常开心的是，我常常觉得我的思考方式跟想法，没有人真的能够真的很理解我。然后我很开心，Janice 呃，她懂我，应该说她可能不见嗯，得100%的赞同我，但是她至少对对对知道我在讲什么。对，所以当我生活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打电话跟她诉苦，或是释放所有的能量的时候，至少她是听得懂。然后他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提醒我，就是比如说，嘿，你想太多了，你就臣服吧，或是你就接受吧。对对，虽然很多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常常彼此在提醒彼此，然对，后我们知嗯道这个，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应该是这么讲。嗯，对那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然嗯，后所以目前上你是我在这地球上找到的同一个物种的人，我们是因为来自同一个灵魂家族。对，我们之前还有讨论到说，其实，在同一个家庭要出现那个两个一样的物种，其实这个几率在地球上应该还蛮低的。真的吗？哎，或许播出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跟我们有共鸣。嗯，对，搞不好有很多兄弟姐妹档，然后就出对来说，哎，我们也是耶，或是情侣档。对，那对，我必须说的是，我跟 Janice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原生家庭的课题，共同的对课题。对对对，很沉但我重的课题。对嗯，很尊重的课题，但我相信每个人多少都有原生家庭的问题，只是说这个些问题在我们身上呢，可能有被放大一点。然后以我的例子吧，就是会比较反射到关系上面。对，那我相信 Janice 年轻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很多生活上跟感情上的挫折，这都对跟我们的从小的成长环境跟被应该对跟我们的跟你爸跟你妈如何教育我们的方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对，然后虽然说我们近几年来开始会反省这些事情，然后多少有走出这个阴影，但是我们还在这条路上。对，然对后呃，我只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蛮共通的点，就是我觉得啦，那你可以纠正我。嗯我觉得我们在情感上都经历过非常多的挫折，啊，对，嗯，不过你是比较集中在或许10年前吧，对对吧？对对对对，你已经经历对了大风大浪，然后最近对对，的5、6年是过着贵妇般的生活，对，是宇宙给你的礼物。哦对，然后我跟你是对照组哦，我发哦现对，我是十几年前，我看起来是过得非常幸福、美满、快乐，可是对，就在最近的5年，当你在很嗯，幸福的时候，我开始陷入了那叫什么苦难之中，哦，你然说的后灵魂暗夜，灵魂暗夜是
去年，对。OK OK，对，这是更糟糕的，不是更糟糕、更严酷的考验吗？考验，对好啊，先对，因为好，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讨论在未来，对所以今天就先不讲了。，OK，对，那我们要不要来个结语呢？来个嗯。结尾？结尾就是从一开始 opening 到现在，我们两个各自讲了一下我们各自简单的历程啊，为什么会成为物种，怎么觉醒。然后，其实我们简短讲了这些经历，但是其实这里面包含了非常我们多的血泪的故事。我觉得这以后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只是我跟马购先起个头。然后先帮嗯我们这个 podcast 先做一个 opening，先预热，嗯嗯，然后之后我们再日预热，对，就是嗯嗯，预先开始 opening，然后我们之后再开始慢慢的每一集，我们再慢慢的聊。马哥，你觉得对。呢？很好啊，这是对，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有欢笑呢，也有血有泪，对，有非常血淋淋我们的经历，待会也不要讲那么可怕好吗？就是一个经历嘛，就像我们在看往后往前看我们经历过的人生，我觉得人生就是像一本书嘛。每个嗯阶段就是一个章节，那每个章节回顾起来都有很多，应该说我们就在这个 podcast 会回顾我们一些人生的章节，然后做一些讨论啊、对话啊、反思啊，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嗯哼，我相信啊，借着这个节目呢，也帮助我们更理清自己想要什么，还有未来的人生方向，然没错，后也会帮助我们更在地球活得更好，可以这样说吗？对更快乐、更幸福、美对，满。嗯好，太好了。，OK 那么我们第一集就先到这里喽。OK，see you，拜拜拜，谢谢你拜。们。